这个小女孩今年刚满7岁，上学第一天就把老师给怼得哑口无言。老师这边正在教算术，她那边就开启吐槽模式。3 plus 3? Really? What kind of school is this anyway? Alright, but everyone knows it's 6. 老师让女孩站起来，决定好好给她上一课，而女孩一副快睡着的样子，翻了个大白眼，根本没在怕的。15 plus 17. 32. 老师点了点头，小姑娘有点东西。那57加135呢？ 192. 女孩再次回答正确，老师有些下不来台，但为了树立权威，随口便说出了道连自己都答不出来的题目。What 57 multiplied by 135 is? 女孩垂下眼睛，似乎被难住了。毕竟对于1年级小学生来说，这道题严重超纲。老师没让女孩坐下，转身就继续上课。但她万万没想到 What? 4? 7695. 老师听后一脸不可思议地拿起计算器检验，答案完全正确。而更打脸的是，女孩还顺便算出了她的平方根。放学后，老师找到女孩的家长老舅，说你们家孩子可能是个天才啊。老舅听后急忙否认，不，这不过是我们家的祖传技能罢了。 I learned it when I was 8. Do I look gifted to you? 这波凡尔赛直接把老师给整无语了，难道这一家子人全是天才不成？结果老师在电脑搜索女孩的姓氏，很快就查到她的妈妈是个诺贝尔级别的数学家，一整个网页都是她获得的各种荣誉。然而就在下一页却写着她在几年前自杀身亡。而独自抚养她长大的老舅也不简单，他曾经是曼哈顿大学的哲学教授，现在却在码头靠修船为生，跟女孩住在一个小破屋里，养了只独眼橘猫，生活过得相当拮据。可即便在这种条件下，依然藏不住女孩惊人的数学天赋。7岁就自学完了高等数学，学校的随堂测验对她来说实在 so easy。老师这边卷子还没发完，她那边就写完了。于是老师不得不又拿出一张高中试卷，但对女孩来说还是没什么难度。除了智商超群外，女孩在老舅的教导下还非常有正义感。看到同学被高年级的欺负，她会挺身而出，拿起课本当盾牌，让对方见识一下知识的力量。这场冲突引起了校方高度重视，老舅被叫到了学校，校长说都是因为贫穷的生长环境，女孩性格才出了问题，但老舅却说共情力、同情心和天赋一样同等珍贵。校长油盐不进，提议把女孩送去专门培养精英的学校，学费也不用老舅来出，有全额奖学金。面对普通家庭梦寐以求的机会，老舅却果断拒绝了。他并非不愿意让女孩接受更好的教育，而是担心姐姐的悲剧会在女孩身上重演。生命只有数学，却从没拥有过真正的童年。他之所以把女孩送到普通的学校，就是希望她成为一个快乐又普通的孩子。可即便是这么朴素的愿望，竟然也如此难以实现。这个7岁的小女孩快被烦死了，她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学会儿高数，可舅舅偏要带她出去玩，不去还不行，直接把她的书拿走，说今天就学到这儿吧。可女孩还是想学习，又拿出另一本书学起来。老舅实在没办法，一把将她抱起，强行带出了家门。夕阳下，两人放松愉快的玩耍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老舅其实就是想告诉女孩，生活中除了学习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。然而岁月静好的日子，却因为一个老太太的出现，被彻底打破。 Holy shit. 她是老舅的妈妈，女孩的外婆，曾经也是名顶尖的数学家，因为结婚离开了学术界，于是把解决世界难题的愿望全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。重压之下，被寄予厚望的女儿选择自杀，老舅也跟她断绝了关系，独自抚养外甥女长大。7年时间，老太太都不曾来看过一眼。这次突然造访，是因为她发现之前狠心抛弃的孙女儿同样具有惊人的数学天赋，于是想要夺走抚养权，让她继续去解她妈妈未完成的那道题。第一次见面，外婆就十分豪爽地送给女孩最新款的苹果电脑，里面存满了各种数学书籍。女孩非常开心，但这也是老舅最担心的事情，说什么也不肯交出外甥女的抚养权。而母亲也相当强势，她丝毫不认为女儿的死是自己的过错，坚称只有自己才能给孙女儿带来更好的生活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最终只好对簿公堂。法庭上，老太太请来的律师说，以老舅的经济条件，无法成为合格的监护人，还诬陷他当初擅自抱走了女孩，请求法院剥夺她的抚养权。而老舅的辩护律师也很给力，有理有据的还击，如果必须符合对方说的经济条件才能有抚养权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没人能养孩子了。老舅虽然不富裕，但抚养一个孩子绰绰有余，几句话便化解了危机。第一次开庭，母子俩不欢而散，但这场审判还是对老舅产生了不少影响。他不由得怀疑自己的一厢情愿是否是对女孩最好的安排。尽管女孩衣食无忧，但更多的需求自己却满足不了，比如女孩想要一架钢琴，他就根本买不起。按照法院的程序，女孩要跟外婆生活几天，于是一大早
早就坐上豪车，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。外婆的家很大，还有一架钢琴，但女孩还没来得及试弹，就被外婆拉到了麻省理工。在数学系的墙壁上挂着7大世界性难题，外婆说，只有破解难题的人才有资格留下画像，名垂青史。本来女孩的母亲有很大的机会解开其中一道难题，但现在只能由女孩来完成了。看着墙上的空白相框，女孩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大名。就这样，外婆带着女孩走进一间教室，她拜托一位教授出题检验女孩的天赋。可女孩看着题，眉头紧锁，迟迟没去黑板上作答。而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外婆一眼，似乎在说，这孩子也没你说的那么神嘛。外婆很生气，拉着女孩打算离开校园，送回老舅那里。然而女孩的一句话让她再次看到希望。 Not much that I said if you ask me. It was wrong. 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出了道错误的复杂函数题，故意刁难这个年仅7岁的小孩。谁知女孩在黑板上添了几笔，立马将错误纠正过来，把数学教授都给看呆了。随后他一发不可收拾，不假思索地演算起来，不一会儿就写满了2大块黑板，并得出最终的正确答案。教授忍不住问道：“既然你一眼就识破了这题目有问题，为何之前却装作没看到呢？”女孩回答 Hank says I'm not supposed to correct older people. Nobody likes a smartass. 看着眼前这个天才少女，外婆心中愈发坚定，无论通过什么手段，都要把女孩抢到手，给她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。但对女孩来说，那间乱糟糟的房子才是她的家，老舅才是她真正的亲人。原因很简单， You wanted me before I was smart. 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其实什么都懂。到了第2次开庭，外婆不顾女孩的感受，请来了她的亲生父亲。尽管他在女孩出生前就抛弃了他们母女，男人作为直系亲属有权指定女孩的监护人，但他从未尽过父亲的半点责任，甚至辩护律师让他打出女孩的全名，他都打不出来。法官也判定这个人根本没资格替女孩做出决定。就这样，审判又陷入了僵局。晚上回到家，女孩把自己关了起来，哭得很伤心。这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父还活着，而且明明住得很近，对方却整整7年都不肯过来看自己一眼。 You didn't even need directions. He could have followed you here. Doesn't even want to see what you look like. 为了安抚女孩的情绪，老舅带着她来到医院。他们等啊等，一直等到半夜。随着医生啼哭，老舅叫醒已经睡着的女孩，让她知道见证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。这时，老舅一脸宠溺地说道 That's exactly how it was when you were born. This happy? This happy. Who came out and told everybody? I did.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解开了女孩的心结。她的出生并非是错误，而是一个奇迹，一种恩赐。争夺抚养权的官司还在继续，老舅经济上的窘迫成为他最大的软肋。律师告诉他，这个法官非常看重经济条件，如果一直这么拖下去，不光女孩的抚养权保不住，可能连探视的机会都没有。于是老舅做出了让步，决定把女孩寄养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，等成年后让她自己做出选择。而女孩不能接受离开老舅，哭得声嘶力竭。I knew you were I know it's hard. 为了防止法院把女孩判给外婆，同时也为了女孩能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，老舅只能这样做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有钱的老妈却私下买通了这户人家，找来好几个家教辅导女孩做数学题。因为她对猫毛过敏，还把独眼橘猫送去了收养所。老舅得知这件事后，怒发冲冠，立马冲到收养所，救回了差点被安乐死的猫咪，然后找到正在做数学题的女孩，要把她带回去。但女孩却跑开了，她还在因为老舅丢下自己而生气。老舅急忙追过去，将女孩紧紧抱在怀里。这一次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手了。No! Stop. I'm sorry. I made a mistake. I'm so sorry. You promised me. I know. I know. I'm sorry. Why did you leave me there?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bad for you. And then it dawned on me, if Mary is this amazing, smart, sweet human being, then I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right. 安抚好女孩的情绪后，老舅回到屋里跟母亲对峙，告诉了她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。原来老舅的姐姐早就解开了那道世界性难题，但为了报复母亲，她拜托老舅必须等母亲死后才能把成果发表出来，让对方一辈子都不能如愿。但现在老舅不得不违背承诺，他宁可把成果交给母亲，也要为女孩争取到一个不被家长的期望束缚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。老舅走后，外婆看着女儿生前留下的草纸，上面有清晰可见的泪痕，也有攻克难
难关时的喜悦。然而这些喜怒哀乐他从来都没有注意到，更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儿原来这么憎恨自己，终究是自己的偏执害死了女儿。故事的最后，女孩被送到麻省理工学习，老舅每天则准时接她放学，带她去游乐园玩耍，学习娱乐两不误。相信女孩在这种氛围下，既能取得非凡成就，同时也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。这部电影名叫《天才少女》，是一部超高分温情教育片。大人总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是对孩子好，能理所当然的让孩子心生感激，却很少会去问孩子到底喜欢什么。其实电影里面不仅外婆望子成龙的教育方式是错的，就连刚开始老舅的做法也并非完全可取。他不希望女孩延续家族的悲剧，于是以爱之名压制女孩天才的一面，但这却忽略了一个问题：让一个天才硬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去，本身也是一种残忍。或许两种教育方式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适合女孩的。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的教育，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。